俄羅斯軍事評論網站突然拋出了一個讓整個西方軍事圈直冒冷汗的重磅話題：中國網民隨手整的一組殲50 CG 想象圖，被俄媒跟西方智庫當成了寶貝疙瘩，甚至開始嚴肅探討一個細思極恐的問題：這玩意兒未來該不會真的要變成第6代艦載戰鬥機，直接開上咱們的航母甲板了？這消息一出海外網友瞬間坐不住，有人連夜翻出地圖，有人開始查字典，還有人甚至把自家鍵盤都給敲冒煙兒。今兒咱們扒一扒核心問題：第一，為什麼全世界盯着殲50，瘋狂腦補它上航母？第二，如果它真的艦載化，中國航母玩法會徹底變天嗎？第三，未來6代艦載機早就不是你認知的拉桿、狗斗、單挑的傳統戰機。先潑盆涼水，目前殲50艦載化，22米機身，22至24米超大翼展，全部是外網分析加網友CG 推演，没有任何官方實錘。誰跟你說100%實錘，純屬腦子過熱。包括大招之前談過殲50，它都是根據一些參數來推演的結果。我是白飯大招，歡迎來到老友記。整件事起源於2026年8月，國內軍事博主一組殲50 CG 想象圖，直接引爆俄羅斯軍事評論等海外主流軍事媒體。所有人的目光都死定在一個離譜的細節上，這架6代機的翼展太誇張了。對比一下現役殲15艦載機，機身同樣大概22米，但殲15翼展僅14.75米，而網傳的殲50翼展直接幹到22至24米，這差距肉眼可見。普通人第一反應，這麼大的翅膀，航母塞得下嗎？折疊機翼能實現嗎？要知道，航母不是露天機場，甲板空間寸土寸金，機庫調整、起降限制、尺寸容錯率極低，普通戰機加寬翼展都是難題，更別說上艦。也正是因為艦載化難度極高，才讓這件事徹底不簡單。全世界都清楚，如果沒有顛覆性的體系升級，根本沒必要研發這種超大翼展艦載機型。劃重點，殲50、JXDS 都是外界自定義代號，沒有官方命名。從公開影像確定的是，它是沈飛研發的無尾雙發隱身6代機，搭配獨特的拉巴納翼面設計，翼間具備可控調節能力。造過殲50的朋友都知道，沈飛是中國艦載機的親爹，殲15、殲15D、殲15T、殲35全部出自沈飛之手，是國內唯一深耕艦載機體系的頂級單位。所以外界看到沈飛推出全新6代機，第一時間聯想到艦載化，完全符合邏輯。但是邏輯合理不代表事實成立，艦載化是一場變態級別的硬核考試，絕非簡單的改一改就能上艦。陸基飛機落地時慢慢滑行，平穩着陸；航母着艦時高速硬砸，強制剎停；起落架強化，機身結構加固，尾鈎適配，彈射載荷，海上防俯視，折疊設計，甲板調度適配，飛行員着艦視野優化，每一項都是生死級別的技術門檻。所以核心問題從來不是殲50長得像不像艦載機，而是中國航母新體系值不值得為這款6代機全套適配艦載化改造。很多人只會跟風喊越大它就越猛，但軍用飛機從來不是越大越猛，有時候越濃縮的才是精華。超大翼展大機身是一把雙刃劍，優勢極其致命，更大燃油艙，更大的航電空間，內置大尺寸彈艙，超遠航程，多重任務載荷，徹底擺脫傳統艦載機的航程短載荷弱的短板。但代價也很明顯，自重暴漲，甲板占用率高，起降難度翻倍，維護成本飆升。這麼多年，全球艦載機一直在做痛苦的取捨，要航程就得增重，要減重就得犧牲戰力，華躍航母更是處處受限。而這就是福建艦電磁彈射真正的戰略價值。電磁彈射徹底打破了華躍起飛的性能枷鎖，能輕鬆推送大重量、大尺寸、高性能戰機滿負荷起飛。這意味着中國艦載機徹底告別妥協式設計，擁有了自主研發的底氣。航母的迭代從來不是船變大了這麼簡單，而是整套艦載航空作戰體系的全面升級。新航母、新彈射、新戰機，三者綁定，缺一不可。絕大多數軍迷還停留在5代機思維，比速度、比彈射、比隱身，比誰能單挑 F-35。但我直白地告訴你，這套思維在6代機時代徹底過時。全球6代機的核心定義只有一個：體系中枢，空中指揮節點。說白了，它不是單打獨鬥的戰鬥機。美國 NGAD 中國新一代戰機研發
核心關鍵詞都是體系之體系，有人無人協同。外媒明確披露，中國殲36、殲50兩款新一代戰機，核心任務不是空戰狗鬥，而是指揮無人機集群作戰。未來空戰畫面徹底重構，有人6代機升空，帶隊多架無人僚機、無人偵察機前出探路，電子戰飛機壓制敵方頻譜，衛星預警機全網傳參 ，AI 智能篩選目標，分配打擊任務。這時候再問哪架飛機最猛，就像問一支足球隊哪個球員最能打。單個人他再強也撐不起一支戰隊，單架飛機再強也撐不起一整套作戰體系。未來戰爭比的從來不是單兵王者，是团队協同，是全域態勢，是整體之勢。說到這兒，就不得不提《孫子兵法》千古真理：故善戰者，求之於事，不責於人。很多人只看到了表層，高手不是靠個人英雄主義，真正的深層邏輯是，頂級戰局從來不靠單點突破，而是提前塑造絕對有利的戰場態勢。傳統戰機作戰，飛行員包攬偵察、識別、規避、決策、打擊所有工作，腦力跟操作極限被死死鎖定。而新一代體系作戰，有人機只做最終決策，全網平台提前把情報餵到嘴邊，預警機報方位，無人機探敵情，電子戰破防禦， AI 篩選目標，衛星定坐標。這時候的6代機早已不是一架飛行武器，而是一支空中無人艦隊的旗艦。這就是勢的碾壓，是體系對單機的降維打擊。很多人誤解航母，以為船大飛機多就是戰力強，大錯特錯。航母的核心價值是可移動遠洋空中作戰基地、陸地機場固定受限，而航母能帶着整套作戰體系抵達全球任意海域。真正的航母戰力從來不是一艘孤船，而是一整套閉環體系，防空艦、反潛艦、補給艦、預警機、電子戰飛機、艦載機、無人機、衛星數據鏈環環相扣，缺一不可。未來6代艦載機的使命也不是簡單的空中格鬥，而是拉伸整個航母編隊的感知距離、打擊半徑、反應速度，讓整支編隊的戰鬥力實現質變。全網都在吹殲50上艦有多猛，今天我給大家戳破關鍵的真相。对手真正頭疼的從來不是架殲50，是新6代機加電磁彈射航母加無人集群加全域預警加衛星組網加 AI 算力加數據鏈體系的完整閉環。這就像圍棋落子，普通人只看見一顆棋子，高手看見是全盤布局，後續數十步的連環殺招。古人云：兵無常勢，水無常勢。真正的大國戰略從來不是靠單一神兵，靠的是順勢而為、全域聯動的體系優勢。所有外媒解讀殲50都會繞不開3個字兒：第一島鏈。大家記住第一島鏈從來不是太平洋上的物理鐵鏈，而是冷戰遺留的地緣戰略枷鎖，是敵方兵力、雷達、港口、補給線疊加出來戰略封鎖帶。中國海軍走向深藍，從來不是所謂的突破擴張，而是主權國家守護海上航線、捍衛海洋權益、保障國家安全的正當發展。而新一代艦載體系成型以後，咱們的遠洋活動半徑、全域作戰能力會大幅提升，徹底打破老舊的地緣封鎖格局。這也是全球緊盯中國6代機的真正原因。他們怕的不是一架飛機，是西太平洋力量格局的徹底改寫。熱血歸熱血，真相咱必須講清楚。目前所有殲50艦載化、機身尺寸、性能參數全部沒有官方佐證，沒有實機，沒有官宣，沒有艦載改裝實錘，甚至機型定位、最終編號都沒有定論。網上所有炸裂參數100%實錘的言論都是自媒體推演、外網猜測。要知道，軍工研發從來不是畫 CG 吹牛逼，是風洞吹出來，是非飛出来，一次次迭代打磨出来。哪怕最後殲50不上航母，整個格局依然徹底變天，因為趨勢已經板上钉钉。中國艦載航空體系已經完成了全方位迭代升級，從滑躍到電磁彈射，從4代機到隱身5代機，從單機作戰到有人無人協同，從局部感知到全域組網。機型可以變，編號可以換，但中國下一代海戰、空戰的體系邏輯已經徹底成型。未來的航母甲板不再是一堆戰機的簡單停放，而是一支智能化、協同化、網絡化的空中作戰軍團。船桿負責感知， AI 負責運算，無人機負責突擊，有人機負責決策，航母負責全域投送。未來戰爭勝負不再是靠單件武器碾壓，靠的是數據、算法、工業體系、算力的全方位博弈。古人講：勝兵先勝而後求戰，
敗兵先戰而後求勝。真正的大國底氣從來不是臨場搏殺，而是提前布局、提前迭代、提前構建絕對的戰場優勢。殲50或許只是一把鑰匙，它讓全世界看清楚，中國軍工早已跳出单机比拼的低端內卷，邁入了體系制勝的新時代。飛機可以迭代，編號也可以更改，但戰爭的邏輯、大國博弈的格局、體系制勝的大勢已經徹底改变。以前我們說大炮一響，黃金萬两，未來的戰爭是數據一通，勝負已定，體系一成，全域碾壓。所以不用糾結殲50最終會不会登上航母，真正值得我們自豪的是，中國航母已經迎來了適配未來戰爭的全新作戰体系。中国海軍真正擁有了逐鹿深藍的大國底氣。評論區聊聊，你覺得殲50最終會艦載化嗎？你看好中國6代機艦載體系的未來嗎？我是白帆大招，點讚關注，下期再見。